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眼神呆滞，法文引众人瞩目；30岁杨紫出手，带来课程阅读风格哭笑不得的演技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曾经被圈内视为菜鸟的90后，既然年龄都到了30多岁，按照9500华的说法，他现在看来已经是大4了。在媒体的野蛮较量中，90后的业力实在是太差了。久负盛名的85花、杨幂、刘诗诗等人目前都在出演偶像剧，她同样可以掀起谈话的热潮。下面有几个威胁性的年轻人：虞书欣和赵露思都在主年后提出了尝试。之前想到的苍兰诀让舞台的生产力最高，最后一个选项贡献了星韩锦绣，超乎想象。岁末年，1997年的田曦伟又出山了。所以不管你是不是30岁，对于90后的花开来说，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前段时间刚刚跨过生日的杨紫是那么的沉稳和笃定。她是童星出道，连大4的人都是看她的节目长大的。顺利通过考试并无懈可击的毕业后，杨紫的知名度高居不下，接连接演2部热播公演节目，稳步推进。然而关于她的争论却不少。常规规矩台词被鄙视冲击入戏，眼神呆滞，呈现固定，杨紫陷入套路死循环。无法破坏的东西无法建造。这2年一直埋头在真心话剧里的杨紫，据说长相严肃，震惊是张口凝视，眼珠子泄气，惨是嘴角一扯，泪流满面。邪恶意味着扭扭嘴和凸起的下巴。豆瓣页面上仅艺人进步中的杨紫就有80多位。不论是配角还是主线，从出道到现在这几年，我演的角色太多了，大部分都是纯真活力小姐姐的设定，所以观众对她了如指掌。她也为自己惯用的表演手法蒙上了审美的疲惫，而赵露思在这2年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，她也陷入了固定问题。她在演讲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赢得了26个职位，说她当然不是劳模，却能凝眉凝目，抿唇妩媚。那种哭哭啼啼的韩式演技，让她在胡同时期的站姿如痴如醉。和赵露思相比，杨紫在独特的外形上其实也有法令纹的问题。说到底，她要求的是正常的美，保持着，但众人都说深邃的台词真的很影响演技。话虽如此，杨紫的表演真的每况愈下吗？从河顿的小可乐可以看出，网上还流传着她的哭戏。赫顿漫步在回忆的领域，与妈妈相见苦中带喜，嘴角触到微妙的设定。新剧《河顿的小可乐》是女临床医生的续集，讲述了河顿不为人知的震撼青春的总故事。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众人对赫顿的质疑的回应，因此他显得疏远而落寞。由于他缺少一段真正的母爱，故事就从赫顿和钱开义挑选安娜的故事开始。考试的时候，赫顿觉得自己和那个小可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，于是他尽可能地找到了，终于在第7集中找到了。通过梦境治疗，他在欺骗的现实中看到了年轻的母亲。他拥抱了年轻时哭过的自己，并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话语。好不容易说服自己，他拿着现金去买可乐，于是他出去了。骗局中，他很像一个汽车碰撞，综合考虑，转眼就消失在了赫顿的眼前。杨紫明白自己是小可乐的那一幕，感慨万千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像是在简单的翻阅别人的账号，后来眼眶不断湿润。而看着妈妈离开后，那种凄凉的心情至今压抑不住。他倒霉地喊出一声妈妈，在倾盆大雨中，他搂着钱凯怡的胳膊哭了起来。幸运的是，幻想的完成是伟大的。母亲化身为圣使，告诉他该走了。刚刚回顾的时候，是不是感受到了我妈妈，我要面对分离？河顿需要上扬嘴角才知足，额头却皱了起来，嘴角微微一翘，杨紫就解读出了这种苦恼与满足交织的感觉。02中国肖战，世界精华，国外粉丝对肖战的特殊喜爱。肖战是附近专家中的青年工匠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不俗的影响力。工匠没有国外的工作见识和经验，也能有效地引来无限的思考，相关的主题也在这个星球上有效地进行着。
是因为他可能尽管如此，谁也不知道那里有多少外国粉丝。我只知道2020微博深夜主的选择票。由于中区粉丝要求停止投票，而国外粉丝作为要求民主的第一力量，肖战在随后的现场票数几乎翻了数倍，正在悬崖勒马。肖战31岁生日助阵晴浪活动，连生日博文都被框架感动了，国外粉丝将此点送上星图主图，天涯海角大屏。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中国工匠的喜爱。2年后，肖战的光点在 iTunes 上火了，土生土长的粉丝根本收不到。因为吸纳了海外粉丝，光点以第27名的成绩直接进入了榜单，数小时后位居第2。此外，在英国社会报纸评选的20中获得第1名。肖战的每一部作品都被交易到国外无数国家进行传播，并取得了令人赞叹的评价。肖战拥抱的一线品牌，各个阶段都完成了全球宣言。肖战真正参与了全球代言人的宣言和声明，还有很多大屏幕与之相连。品牌与专家的互利参与，在肖战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。很像很多陌生网友说的，在陌生的购物中心，巨大的欧美面孔横幅中，肖战是中国人的主打面孔，让人意外。文化的传播方式有很多种，大牌是最广为人知的。既然喜欢你，就需要深入了解你，了解你的经历，了解你的国家。网友纷纷表示，肖战没有出门，而是留在那里，为东方牵扯了很多心思。也相信更多的年轻专家能够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，展现我国年轻一代的魅力与气质。斗罗大陆2报道，肖战丁小莹归来，赵露思、王鹤棣加盟。2021年初，由唐家三少同名小说改编，杨振宇统筹，王娟作曲，肖战、吴宣仪主演的励志老综艺梦幻剧《斗罗大陆》即将上映离开。凭借着主创的高人气和精妙的剧情策划，该剧一经播出就收获了海量观众。虽然该剧已经停播近2年，但仍有不少观众沉浸在其中，期待着后续的报道。目前它终于在计划中。斗罗大陆2爆料，肖战丁小莹回归，赵露思、王鹤棣加盟。正如前几天爆出的斗罗大陆2的重磅数据所表明的，该剧肯定已经传出消息，准备开播了。报道了不准确的开始时间，但也发现了一些车手的回归和换人。肖战丁小颖领衔反弹。很显然，肖战饰演的唐三就是斗罗大陆2的传奇，他的回归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还有，自从《陈情令》之后，肖战的名气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，堪称国产娱乐圈的制高点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会让大众对这部真人版的《斗罗大陆》给予如此多的关注。任何其他方式，面对书籍和动漫的瑰宝，谁会期待如此多的令人惊讶的现实再现？而这种再现不应该与以前的作品相提并论。既然肖战的反剧能力已经确定，如果要开这部《斗罗大陆2》，首先应该欢迎他回归，否则就白搭了。并且，因为前年《雪中战刃》的热播，在《斗罗大陆》中饰演宁荣荣的丁小莹在剧中一炮而红，摇身一变成为又一位名花。由于她的流量增加了，她通常很快就会受到欢迎，参加拍摄的第2部分。吴宣仪、高泰宇缺阵，张露思、王鹤棣加盟。除了肖战和丁小颖的到来，该剧还曝光了2个替补角色，分别是吴宣仪饰演的小舞和高泰宇饰演的戴沐白。其实坦白说，无论是吴宣仪还是高泰宇，在《斗罗大陆》中的表现都很精彩。再次，关于他们为什么不回来，具体情况并非如此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